这本书名叫《新疆图纸》，而且在反例的第1条也说，这本书非常看重图标。但是现在反查全书，发现总共只有22张图，而且其中的错误和遗漏多的数不过来。这毫无疑问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整体大变革的时期，匆匆忙忙就操虑完工了。不过就算这样，印出来总比不出版要好得多。上书呢记载了禹、夏、商、周4个朝代的治理方法，其中呢禹贡这一篇专门详细地讲述了山川地理、土壤情况、各种物产以及天地赋水等各个方面。这可以说是地方之类书记的开端。从司马迁写《史记》呢开始，借鉴了这种体例，分出了8支世书，这算是对历史资料进行分类记录的开始。分类越是繁多，考证和事也就越发精细。到了宋代，曾乔写了《通志》，又把从古到今的事情合并在一起，写成了一部专门的著作。这并不是为了奢侈的去夸耀什么太平盛世，而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不足以给后人提供相似的借鉴和参考。到了我们大清早，许建安、韩慕禄等老一辈的学，这边钻了大清一统制。从这以后，各个省、府、州、县，没有那个地方不编写属于自己的地方志的。这些指数写得十分清晰响亮，文采斐然，抒发了各地山川的独特气息，展现了这片土地的精神面貌，记载了物产的好癖，也陈述了天地赋水的多少。这本来就不是为了炫耀新奇或者攀比财富，实在是想要靠整理诗文献、手机文章典籍，就必须做到纯正且完备。有的姓的官员想要为当地的老百姓造福，他们用来劝人享山、称之邪恶、独处轻蔑、教导重臣的方法，必定要依靠这些详细的资料，之后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然而唯独新疆这个省份，因为它偏远的处在西域，曾被当作边界外的皇帝给遗弃了，所以地方只一直是个空白。有见识的人都对此感到十分遗憾。要知道，新疆被凤沙和戈壁滩与内地隔绝开来，距离足有几千里那么遥远。那里有病山雪峰，道路交通非常艰难险阻，当地人吃着粘猫板粗糙的食物，风俗习惯在内地人看来也是分奇特。虽然自古以来说到兵力强大、开拓疆土眼阔的皇帝，比如以乌帝和元氏、租胡比列，但他们也因为这地方是而反，潘氏而顺从，变化无常，所以只能暂时拉拢控制一下，到最后还是把它给放弃不惯了。只有我们大清朝历代皇帝传承，并斥着想要顺一样的人，赐予英明，发扬响大禹、赏唐一样的征法破例，让当地人既敬畏我们的威严，又感念我们的恩德。就这样过了200多年，直到光绪初年，才真正在那里设立了郡县进行管理。可是那里语言不同，文字也不一样，宗教信仰和生活爱好更是大不相同。要想去考证当地人的历史故事，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文献可以参考，更别提能找到足够确凿的证据了。所以在当时，不可能马上就去讨论编写生制的事情，这本来就是客观形势造成的，不能去责怪前辈们没有提前想到并去规划这件事。不过天地间的光华积攒的久了，就会迸发出来。文章的精彩之处聚集在一起，就会变得长生鲜明。新疆虽然偏居在西边的边疆，但从一朝元朔年间以来，
生气就已经和中原相同了。只要内地的车船能够到达，写书里说的事情就会随之兴起。在这180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正史很少记载，但是出来有力的人所发现的3件与各种书籍里的内容，算起来恐怕也有好几千万字。只要经过眼翻的搜集，长远的追溯，挑选出精华并详细记录，本来也是可以会变成一部大书的。只是如果时机还没到，这事就先显不出来。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去牵头，资料就收集不起来。哪怕是一个书生推举在简陋的小屋里，想要写出一家纸言，都不是随随便便靠运气就能成功的。更何况是想蘸着墨水，挥动笔杆，把几墨里宽砚，几千年长久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全写在书里，用来给后人当作小法的榜样，或者引以为戒的教训。这难道会是没有来由就能行办起来的吗？到了己酉年，也就是当今皇上刚刚登基的时候，朝廷为了振奋萎靡的风气，割除陈旧的弊端，推行了全面的威信改革。就在这个时候，民政部的大臣向皇上上奏，请求下着让各个省份都去编修属于自己的圣旨。皇上直接下旨同意了。一时间，这个消息就像星云灿烂、雷大风吹一样迅速传开了。当时那些有些做才华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扬眉吐气、精神振奋的，他们纷纷站出来展现文采，大展宏图。唯独新疆远在沙漠之中，学识渊博的通才很少有愿意去哪里的，所以新疆生职到底能不能修成，谁也不敢打包票。而且其他各个省份以前都有过编写统治的弟子，现在修职也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往下做而已。可是新疆土职却得从头开始，明定总制是从零开始孕育的一项工程，一定要克服千难磨险，去独立创造出一本能够经世之用的大书。这实在是我这个愚昧之人一开始不敢奢望的，但我默默没有想到，设立修之局仅仅过了3年，竟然真的把这件事给办成了。这部书总共包含29重不同的分类，合起来有116卷，大约有100多面字。虽然可能还做不到内容精神、规模宏大，但把它列入历代着做的行列中，用来作为参考、反思时政的事的工具，也足以成为治理边疆的人才的一大助力了。这哪里是我一开始所能预料到的呢？参与这项修制工程的人，先后担任编纂的有新城的近庆访博、王南、包吉等人在一开始起了头。温水的烧录观察、王学会等人最终把这些资料汇集完成。当时参与协助的也颇有一些学识渊博、贯通古今的读书人，正因为有他们，才能够没有白费时间，成就了今天这样一部文采斐然的宏大巨著。我负责最后的鉴定审核工作，能够把这部书拿过来从头到尾仔细读完，这也算是我生平的一件大快事了。新疆从一朝、唐朝以来，前辈县县们所规划治理的策略，很多都是可以被当作准则来遵守的。自从新疆建身之后，像做宗堂、讨魔这些老前辈，他们用来教化和养育当地百姓的战略方针，保留下来的那些也是非常卓越，足以作为后人标录的。这些内容全都记载在这部指书里了，所以这部指书的关系重大，哪里是那些寻常的政策规定能比得上的呢？然而自从国家出于多事之求以来，掌握权力的人不把先辈们的经验当作法则，反而总是想着办外国的政治制度，生搬硬套的拿来交叉使用。
他们的初衷未必不好，但有的人自己连京城的大门都没出过，见识浅薄，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因地制宜、灵活变通。他们面对着千奇百怪、根本不可能正其花意的民间风俗，却非要用一套死板的法令去约束老百姓。老百姓才刚刚动点规矩，他们就立刻要求人家变得博大通大，就像是在一片未开花的黄叶上，刚开个头，就期望一切都能做得明明白白、完美无缺。这就好比是学掉自己的脚趾头去适应写字一样。我只怕围子还没穿合适，教就已经显废了。老百姓凭借这样的政治措施，能说出什么好话来呢？如今这部《新疆图志》终于绣成了。虽然因为是破天荒头一次高，难度极大，记载的内容难免会有遗漏，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可能也不够全面。但是，假使让未来到这里当官的人，在书房立方上这样一部书，整天翻看阅读，那么对于新疆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各种势力和物产细节，就不难了解个大概。这样一来，就能明白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审视清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带着这些见识去亲身治理百姓，把书里的学问当作自己的工具去发挥作用，那么那种放木投影、望远控力塞、南辕北辙、瞎指挥的弊端就能从此避免了。所以说，寓公是史学家编写地理指数的源头，而这部《新疆图志》则是让新疆老百姓享受良好治理的新源头啊。至于那些只知道扣字、研造材料，专门追求辞藻华丽，或者光是描写山水风景，只供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做法，那就都落了下乘了。那绝对不是我袁大花看中这部指数的真正用意。有一次作为序言吧。宣通3年，随次幸海，农历是2月上旬，新疆巡抚我养人员大化，公瑾作序。以下是《新疆图志》在编写过程中引用的参考树木清单：史记、千亿树、后亿树、北史、隋树、新唐树、旧唐树、元史、明史。子之同监，同监几十本末，山海经监书，元丰九余志，元和郡县志，太平浣玉集，元米诗，西游律，西游集，大清仪统之，钦定西域图之，生物集，帆布要略，李帆愿则理，都是防御纪要，习于事地，宜习于图考。统监地理进士，与地从朝，税道提纲，水经竹石，行税金监，五量考，蒙古有目集，三州纪略，五原纪略，西吹战略，伊犁守城机，金山杂略，鄂县录，还有记载清朝历代皇帝实际的史一钞动画录。不仅如此，编写诸换子稀饭，阅了历代名臣奏议，亳州县正史略，黄朝范述于地从朝。至于名臣的著作，著名的林则徐留下的《林文中共全集》，左宗棠的《作文相公全集》，全都在参考之列。在整理外交和游历资料时，则重点参考了约章成案回烂和鄂右挥变。此外，像套青素共兴术、新毛诗行集，甚至连吉小兰所写的《阅微草堂笔记》，也都被编纂者们主义查阅提取了有用的信息，
要完成这样一部剧组，背后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团队。担任全书总负责人的是当时的新疆最高军政长官巡抚员大化，负责总编辑的是前任新疆布政使王树南，以及奉命办理新疆统治事务的候补道院王学曾。协助总负责的官员阵容也非常豪华，包括前任新疆布政使王树相、前任新疆检体法师、县政地道荣佩、新疆布政使陈继堂、新疆体学使杜统，以及新疆检体法师县政地道杨增新。协助编辑的官员有新疆后部知傅国鹏、新疆后不同治理今年。负责总管数据日常事务的是前任四川西充县知县刘洪烈。具体负责分担庞大撰写工作的团队里，有各种身份的官员和学者，包括前任新疆地化副职福刘文龙、前物品警官仲勇、新疆后不同潘刘仁坛、新疆若强、县知县前入宫、新疆绥来县知县曾履恒、新疆吉永知县段永恩、前任新疆绥来县知县温度洲、新疆后部知县杨茂春、前任兖东东湾县知县华曾墨、新疆改永知县许仁健、新疆后部库大使级英瑞、新疆后部知县孙丰臣，含有司法系统的市属高等检察厅检察官魏成尧、市属地方审判庭退使国租用。此外还有通过考试获得职位的候补州判长的山、前任糊涂毕县城彭怀之、候补县城张西守、候补副经理田贵鄂、候补县城张英传、候补县城马福奇。仅有官员还有新式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和传统文人，比如江南高等学堂最优等毕业生的清华，以及湖南的林生陈福军。稿件写完后，负责第二次校对的是新疆后部知府郭鹏。负责详细校对的官员有新疆后部知县胡文斌、吴善书、郭林。负责分头校对的官员有新疆后部副经理李华和赵清泉、后部巡监督郭真、后部知县周杰、后部从九品官员王荣嘉，还有陕西的林生刘昭、新疆后部从九品官员王焕章，以及后部县城赵杰荣。因为这部书极其看重地图，所以专门设立了绘图总管，由新疆后部知县孙丰臣和新疆谢城县电视曹应成担任。冒着封杀区实地测绘地图的人员包括山西曾省李中岳、四川曾省李维一、甘肃副省王朝元、安徽副省胡泽林。负责用新式法则校对地图的是江南高等学堂的毕业生朱清华。后负责把即使墨子的书稿一笔一画誊写清楚的庞大抄写员团队有新疆治理州州盘路小组、新疆后部县城张博卡、王乐山、陈怀新、刘糟坦、新疆后部巡检谢绍组、佘志忠、赵永福、高公祖、西林，还有甘肃林省吕占林、山西副省韦邦彦、云南副省陈汝斌、安徽副省马龙图以及建省孙玉林。